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？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《小人物日记》特别篇。这集特别篇的内容呢，原先是要制作给我一场实体分享会，但因为报名的人数没有达到计划的预期，只好果断的把它取消。但准备的内容呢，我也不想让它放水流，于是呢，就决定把它制作成一集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也谢谢有报名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愿意呢把时间特别空出来给我。希望这一次的主题呢，也能给你一些帮助。今天我会分享3个在我生命中举足轻重的故事。那分享这些故事的目的呢，并不是要跟你炫耀我做得多好，可以教你，而是因为我相信呢，故事是这个变化快速的时代里最有效的护理疗法。我们可能曾经面临不同的处境，却拥有一样的低潮。那在我的人生里面呢，我是这样子去处理这些事情的。今天要分享的3个故事啊，围绕在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有趣的一个词，叫做不知道。它甚至贯穿了我这短短27年的人生里。一个故事呢，就从我陌生又熟悉的家乡开始，云林。在云林出生的我啊，4岁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孩，也没有爸爸的概念，只知道我有一个奶妈。直到4岁之后呢，我奶奶带我北上去见她口中所谓我的家人。那原来我有一对爸妈，那一个哥哥，2个姐姐。那当时我奶奶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指着我妈说：“这个人你要叫他妈妈。”大家如果可以化身成一个4岁的小孩的话，应该可以理解当时的我觉得有多莫名其妙。每天在云林这样跑啊跳啊，然后3不5时就在清澈的水沟里面玩耍，甚至3岁开始我就坐着耕耘机到处跑了。结果某一天兴高采烈的时候呢，奶奶带我去很远的地方，我以为要去玩，殊不知这个很远的地方呢，藏着一个我真正的妈妈。于是这个看似 RPG 的游戏人生呢，就这样展开了。在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啊，3重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，它是北漂的第一站，也几乎是每个故事的起点。我爸爸呢，他非常的重视教育，所以台北呢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摇篮。但在我们家小时候很穷，那我上面已经有3个哥哥姐姐在念书了。如果再让我去念幼稚园的话，家里是没有办法负担的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在我爸旁边，每天背诵4书5经，像是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千字文》《心经》等等。甚至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学会注音符号的，我就已经会这些文字了。但在我有印象的时光里啊，我都是一边罚站一边去背诵那些经书。我爸会先手抄一份贴在墙壁上，而我每天呢都要站在走廊前面的墙壁背诵。那我爸就会抽考我。这边讲的抽考呢，指的就是2个动作。一旦我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背出来呢，我爸就会拿皮带一边抽打我一边考我。那这样的经历也让我超级期待上学了。其实一直到大学毕业啊，我都超喜欢去学校的。去学校可以让我充分的感到自由。不过课业这件事情啊，依然是我爸他相当重视的。他是一个传统严格的父亲，对我有很深的期待。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透过教育呢来翻转家里的贫穷，去做到真正的改变人生。所以他不希望我浪费太多的时间，在他可以看见的视线范围里面啊，我必须是持续在精进自己的。举例来说，如果被他发现我在看卡通，他会碎念我，然后就把电视呢转到 Discovery 的频道。那他几乎不鼓励我，反而他会用勉励的方式，希望我可以继续前进。有一次，我终于把千字文整本给背完了，得到了他仅有的一次奖赏。那是一个陆战队的玩具组，里面有很多的阿兵哥、战车等等。但大概过了1天之后呢，他要我把它们收起来，并告诉我说：“好了，玩力玩够了，差不多该收起来了。”最后呢，就真的把它收回当时我们家杂货店的层架上面继续贩售。唯一留下来呢，是他口中的那一句“继续前进”，甚至到现在这一句话都还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那么被他赋予重任的我，实际上的表现如何呢？其实，在课业的成绩啊，一直以来我都算是还蛮不错的，几乎可以用顺顺的这3个字来形容我16年的学涯。因为当时的我算是比较理解考试的方向，所以可以一直维持不错的成绩来跟我爸交差。但是这个过程呢，并没有帮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。可以考到好成绩呢，反倒变成我逃避探索的一个借口。而探索这件事情啊，在国小到国中的时候，可能没有那么重要。国中到高中似乎也还好，因为你仍然会面临许多的课业压力、学科考试，努力往上升学，直到某一刻呢，你要选大学了。
似乎这件事情就有点严重了。因为这是除了选一类组、二类组之外，你要替自己做主动分类的一个时刻。讲到这边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有感的。虽然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呢，可能都跟你选的科系不太一样，但是身在 AI 之岛的台湾，如果你毕业于文组，应该会超希望自己当时至少随便填个理工系吧。那当然，我们选什么跟做什么其实是两回事。也有很厉害的文组生，文组的价值呢，也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。可是当你看到以前跟你一起耍白痴的那些同学呢，现在变成一个卖干的工程师，然后待在台积电里面赚了很多钱，而且钱多到告诉你他好像只能拿来买第二间房的时候 ，shit， 早知道那时候就随便念个理工科系了。回到高三那一年，如果你国中逃避了，高一高二也不去思考的话，很难想象高三的你会突然茅塞顿开，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要选什么科系。更何况你面临更繁重的课业压力了。唯一确信的事情呢，就是要先准备学测、指考，先考到一个好学校再说。而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已经算是给我爸一个交代了，同时他也深知要让我再去念中医、法律这些科系也不太可能的。他的要求呢，只能变得抽象一些，像是希望我不要停下脚步，要继续精进自己。而我呢，对他也慢慢从恐惧变成冷淡。但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轨迹仍然继续前进下去。然后到了大学，考到社工系，毕业，考到社工师，拿到正职的工作。在这看似没有阻碍的人生里面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我要做的，但有些时候，就算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像还是可以继续前进。应该说，时间它就是会继续前进，我的人生也是。只是当时对那些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。你们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吗？我的是这个炸汤圆，绰号花好月圆，在北部的宴会厅里面呢，几乎是必定出现的菜色。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国二的时候呢，我就用我叔叔的名义去宴会厅打工。当时的基本薪资呢是109元，那我打工一天呢可以领到1400元，换算时薪大概是140块。我的姐姐在那边当主管，所以我去工作呢就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了。这应该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可以靠关系生活的时刻吧。而我第一天打工的印象很深刻。当时呢，我是负责内场，要搬很多的重物，帮忙厨师摆盘、送菜到前场等等。于是第一天回去呢，非常的疲累，回家连做梦都梦到我还在推餐厅的3层车。但除了身体的疲累之外呢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关系也会让我感到不知所措。尤其是在关系里面看到那个赤裸裸的自己更让我觉得无所遁形，甚至影响我的身体行动变得僵化，动弹不得。许多事情呢，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。餐厅的内场有许多的厨师，我认为厨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一群人之一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喜欢聊天讲屁话，那看见新的人呢，当然也会好奇的聊上几句。不过当时我最害怕的一个情景不是厨房的油烟，也不是端盘子手会抖，而是格格不入的感受。当时并没有什么 I 人 E 人，唯一知道的是我是一个14岁的小伙子，因为难以融入群体而感到痛苦。我常常可以感觉自己说完话后空气弥漫着一股尴尬感，凝结着一股尴尬感，一边想着完蛋了超尴尬，一边认为自己好像应该要说一些什么。不融入这个场合是不是很奇怪？尤其当他们的反应不如我的想象的时候，我感觉很糟糕，好像自己做错事了。于是到了下一次打工我有整整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准备，好好去应付这个场合。那当时呢，我就听信了一个偏方，有一种说法是，不管别人讲什么，你就是跟着一起笑，这样你就会显得特别亲和，别人会觉得你很好相处，而且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于是当我下次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笑，即便我在这边，然后他们在那边，我就是这样一直笑。当时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因为上班太累，而是要去跟人家交际，让我感到痛苦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融入大家，怎么样才可以当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准备考大学那段期间我就暂停了在餐厅的打工，好好准备考试。餐厅这份工作呢，一直直到我大学4年级的某一天，餐厅的新主管联系到我，想要请我回去帮忙。那刚开学没多久，我确实手头非常的紧，于是就答应了。等到那天呢，我回到熟悉的餐厅，熟悉的厨房，但是厨师也都不一样了，已经不是过去的厨师，而是一批全新的人。但一样的是呢，厨师依然是一群非常有趣的人，大家都还是会聊天，而我一样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一样一句话都不知道要讲什么。等到话题又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又再一次觉察空气的凝结感。多年前的场景又回来了。那天下班回去呢，我又开始思考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讲些什么？是不是要准备一个话题才可以融入他们？可是当时另一个声音从远处慢慢的进到我耳朵里，他问我：
为什么你需要融入呢？啊，我在这样子的场合工作，我当然要试图去融入他们啊，不然这样很奇怪很尴尬欸。然后那个声音又说，为什么你怕尴尬你就要融入啊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呢？就算你成功融入了，那在这之中的你又是谁呢？围绕在我身边的关系啊，当然还包含了感情。我交往过几个对象，对于典型的讨好型人格来说呢，当一个无微不至的暖人来说，其实没有很难。常常把对方的生活当作自己的在过，最后困难到了，往往都是自己的人生。我跟学生时期的某一任女朋友分手的时刻啊，其实应该是我当时最开心的日子之一。这样讲听起来很像渣男，或是我们有一段很糟糕的经历，但是其实我很感谢他，因为他让我第一次学会怎么跟另外一个人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。但同时在那一段关系里面，我过了很长一段属于他的生活。大二那一年啊，他转系，我就帮他把接下来一路到毕业的课程呢，全部都安排好了，这样子他就可以避免延毕。我常常把他的情绪当成是我的，听起来浪漫，他开心我就开心。但是当他不开心，而我找不到原因的时候，那就是另外一个地狱的开端了。讲起来很轻松，但当时我的情绪呢，几乎常常是1秒断线，也会因为他的情绪变化呢而感到挫折。但实际上不对的，并非他的情绪，也并非我的同理，只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呢，我没有去厘清我们两个人的界限，误把我们呢当作是一个以他为显示的主体，去过他喜欢的生活而牺牲自己。所以在分手那一天呢，我反而觉得压力全失，感觉自己重新找到自由了，不用为了另外一个人的任何所有负起责任。也因为这样，让我知道在亲密关系里面，也许我要学习更多。就像我爸说的那一句“继续前进”。这段关系过后呢，我去翻了许多跟亲密关系有关的书籍、研究以及文章，接触了部分的心理学，更深层的去认识依附关系，去探索关系里面还有关系里面的自我。回头去看才发现，原来在我的感情里面，它是有迹可循的。而这些资料里面呢，有一些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双向奔赴的关系，或者是遇到冲突你应该怎么做，应该要怎么沟通等等。所以等到有一天我做足准备要去面临下一段关系的时候，已经是3年以后。结果还是不如理想，甚至更糟。这一次的分离呢，让我开始否定自己，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知道，原来我的情绪可以低潮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象过的境界。在那段期间里面，我否认掉自己过去拥有的任何快乐，去相信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悲惨糟糕的人。我当时站在我家的顶楼，其实那时候的念头并不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而是很想要知道那些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他们在决定的前一刻都想着什么，拥有什么样子的视角。于是我就在那边待了足足1个小时。现在回想最糟糕的阶段啊，其实当时曾经想过要透过药物来解决自己急性的痛苦，当时真的觉得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从我有意识以来啊，我就站在助人的地方，从来没有想象过忧郁找上门会是长什么样子。于是当时就迎来了不敢起床、不敢睡觉、不敢面对明天的无限轮回。在那个人生极度黑暗的时刻里面，我同时拖着自己，硬逼自己一定要好好生活。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多扒个几口，因为怕引来家人的担心。事实上也是不想要让他们的各种担心再化为负担，因为那是当时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承受的。也因为想要摆脱这样子的状态啊，我当时尝试了各种你可能想象到的方法，比如说参加不会去的聚会，打电动，练习呼吸，正向思考，忘记剪头发就索性把它留长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充斥各种反反复复的感受。好的时候呢，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勇敢的人了，可以接受这个世界，而且还可以把它讲出来。但没多久又会开始质疑自己，真的吗？那别人是怎么看你的呢？那是一个一边想被爱，一边又觉得自己不值得的矛盾感。直到我已经想不起来的某一天啊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了。那一刻就是突然不在意了。我不清楚理由，但我知道理由已经不重要了。甚至当我开始可以开自己的玩笑，连进入悲伤都很困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一切应该告一段落了。关系啊，是人一生中最好的造件，不论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还是你的家人，甚至是你亲密伴侣。被关系造出来的自己啊，往往最真实，也是最好认识自己的机会。还有一种关系啊，是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却也最常被忽略的关系，就是跟自己的关系。你可能是这世界上唯一爱你自己最少的人，因为我们常常沿袭了这个社会、家庭、学校带给我们的指责，总认为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就连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我啊，常常也用发生的事情、用能力、用成就、用薪水、用社会地位来去评价自己。然后却忽略光是自己的存在，光是认识自己，
光是可以自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了。分手后的半年啊，我遇见一本到现在我都还是非常喜欢的书，它叫我可能错了。里头的一句话啊，很巧妙的为我这段生活做了一个注解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可以在心里跟我一起念。我的念头可能很糟糕，但它并不代表我，它只是现在存在而已。来到最后一个故事，是不是听着有一点累了？那让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伸展好了。这样会太荒谬嘛？讲到一半就突然伸展起来了。但这几个动作啊，其实是我前一次环岛路上，大概每3个红绿灯就会停下来做一次的动作。我的人生啊，累积过2次环岛。第一次在5年前，当时是透过搭火车跟搭便车的方式完成7天6夜的环岛。那另外一次呢，在今年的清明连假，突然之间就骑着摩托车出发了。环岛啊，应该是许多台湾人这一生的梦想清单之一。虽然它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，可是它总给人一种很有意义的感受。印象很深刻的一次环岛啊，当时还没有退伍，让我把所有的假呢都累积成1周，然后就展开了这个梦想清单。不太擅长规划长期的旅程，尤其是7天6夜的行程，这对我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来讲太困难了。我上网查了环岛路线、环岛必去景点，过了3个小时之后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决定我要去哪里，要停留在哪个城市，每一天要睡在什么样子的地方。然后我当时正式的出发呢是早上的7点，但前一天晚上呢，我这样犹豫到了4点，最后只订了一张前往台中的车票。但一次只能决定一件事情啊，似乎也成为我这趟旅程的一个宿命了。一边旅行一边想下个地方要去哪里，晚上要住什么地方。其实一开始非常的焦虑，毕竟没有任何的方向，应该要怎么前进呢？不过到了大概第3天左右啊，我就开始喜欢这种感觉了。前一天晚上睡前啊，我会开始 Google 附近有什么样子的景点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想去。下午左右呢，才会开始找今晚的落脚处。与其说是有意义的环岛，我觉得倒是比较像逆时针版的流浪。可是不管是在流浪还是在漂流啊，在路上你遇见了各式各样的美景，都会想要伸手去把它当成一个浮木。于是当时我设立一个短期目标，叫做追日出。抵达台中的当晚呢，我就决定隔天要去看合欢山的日出。2月的合欢山啊，虽然还没有下雪，但也大概只剩下3度左右的气温。合欢山啊，它毕竟是一个充满百岳的圣地，住宿跟交通当然就不是一件可以马虎的事情了。但对于一个流浪的菜鸟来说呢，可以多前进一步呢，其实都是奢侈了。在合欢山上面啊，你有2个地方可以住，一个是松雪楼，另外一个呢是平价的滑雪山庄。这是唯2你可以快速抵达山口的住宿点。所以光是让我抢到滑雪山庄仅存的一个床位啊，就已经足够让我忽略掉所有的资讯了。但当时隐约有发现，交通的接驳车好像一天只有3班，但是不管了，先出发就对了，总是会找到方法的。不过现实当然还是没有那么顺利啦，接驳车还是在我抵达的前20分钟就已经开走了。再等下一班呢，可能也会让我来不及 check in。这时候的你会怎么做呢？是会原地折返，还是再等下一班接驳车呢？我2个都没有，我决定直接出发。当时我打开 Google Map 一看，发现只有25公里。对于一个已经跑过半程马拉松的人来说呢，25公里不就是1个半马再加4公里而已，随便走应该都走得到吧。于是呢，就兴致冲冲的继续往前走了。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，我才瞬间理解自己真的是好傻好天真。按照这个速度啊，大概走到天黑我都到不了。而且山上的气温真的太冷了，当时的我只穿着一件大衣跟帆布鞋，一边战斗呢，一边努力的把脚抬起来继续走。就在零星的几台汽车经过我身旁之后，我又想到了一个策略，搭便车。于是就拿起奇异笔，在我背包上面的背板上面写下方便的话可以载我一程吗？然后就比起了搭便车的大拇指手势，继续往前走。搭了2趟的便车呢，我成功 check in 了。接下来的1天1夜呢，简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的展开了。接着让我在山庄的房间里面呢，遇到其他几个登山伙伴。他们看着我超 NG 的装备呢，一边听我分享想要去看合欢北峰日出的那个热血，于是二话不说呢，就把多准备的手套、头灯跟防风外套通通借给我。在这个童话故事里，没有人在嘲笑我的热情，反而愿意支撑我继续前进。
接下来的时光呢，我除了独自去攀爬合欢北峰之外，也跟他们一起爬了剩下的3座百岳，甚至搭了他们的便车回到南投车站，结束这个美好的童话故事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，也因为这样啊，让我回到都市之后，处处都充满了不适感。决定到高雄之后呢，再往山里面走去。这时候旅途也来到了第4天，前面那些混乱的轨迹呢，似乎已经自动校正成一个合理的旅游计划了。这跟我本来的想象非常的不同，而且应该说我本来是没有任何的想象的。起初甚至我连下一站要去哪里，还有晚上要住什么地方我都不晓得。但现在回头看这4天啊，每一天都被安排的充实到恰到好处。路上遇到的人呢，就跟安排好一样的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虽然我还没有很深刻的知道旅行到底有什么意义，但我开始理解那一句经典台词：想都是问题，做都是答案。在我继续创造答案的第5天啊，我遇见了一位大哥。我们的相遇呢，是在冈山的荒郊野外，那里有着传说中非常壮丽的一线天景观，非常呢适合在为旅途找答案的我。而大哥恰巧也开着自己改装的箱型车正在环岛，我们2个人呢就在这一片荒野之中置了2个板凳，坐下来聊天。我告诉大哥说，我没有目标，没有目的，只是走来这边看看。下一站呢，可能会到西子湾去。大哥也非常豪迈，一听之后呢，就告诉我，你可以先进去里面的一线天看看，里面非常的漂亮。而他会一边收拾厨具，等到我出来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那就是缘分，他就载我一程。过了半小时之后呢，我从一线天再出来，果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箱型车跟大哥壮硕的身影。于是就这样呢，我又上了所谓陌生人的车，一边帮忙看导航报路，一边听大哥分享他的人生观。人生好像有很多时候是那些你觉得不起眼的事情，却可以深深的住在别人的眼里，甚至是心里。大哥相当佩服我的这一趟旅程，他大概50多岁，跟我的爸爸差不多年纪。相较于我爸爸说的继续前进，他认为我做的这一件事情呢，应该要回去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们，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等到车子开到西子湾啊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离别的情绪。于是我跟大哥呢，就留下这一张唯一的合照。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，好像那已经是一种默契了。但每当我看见这一张照片啊，就会想起曾经有一个陌生人，他愿意相信我，全然的相信我，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。即便当时的我可能自己都没有那么清楚，可是他就是这么相信。有人说呢，跟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一起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挑战，你可以直接看见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跟自己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我觉得独自旅行其实也是，独自旅行呢，甚至可以让你看见的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那个自己呢，通常会更加的纯粹。就像是我，虽然是一个内向的人，但实际上呢，我就是喜欢跟人家互动。旅行呢，可以让我更勇敢的踏出那一步，不管是搭便车啊，跟山友结伴同行，主动去搭讪别人的行程，这些原先不会在我生活发生，或者是我不敢让他们发生的事情呢，一一的实现在我的旅程之中，让我知道我的边界呢，可以扩展到比我想象中还要更远的地方。然后那些所谓的意义不意义，只要你有所行动呢，永远都可以重新的去赋予它。所以在过程之中呢，你不必须跟任何人，甚至是你自己交代，只要你有办法做下一步，你就是在前进了。2年之后啊，我做了这一个 podcast， 其实跟5年前、10年前，甚至是2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我一样呢，对自己感到迷惘，一样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，一样会去羡慕那些在身边投入生活以及工作的人。但因为有这些迷惘啊，让我开始付出行动，所以就诞生了《小人物日记》这个节目。起先我设定自己每个礼拜要去访问不同的人，去了解他们是如何成为他们的，是怎么发展到他们现在的工作也好、事业也好、兴趣也好，是不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呢有什么共同点，是可以来解决我对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迷惘。而除此之外呢，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幸福应该是最重要的吧。所以我想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叫做幸福。每一个人的幸福都不太一样，有的只是想要买一个玩具，有的呢只是想要好好吃一顿饭，但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幸福呢是要住豪宅、开跑车、赚大钱去享受人生，也不是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去取得强大的社会成就。我发现当我去问别人什么叫做幸福的时候，他们讲出来的幸福啊都没有想象的这么困难。我们也是，如果现在要你想象什么叫做幸福，而且用2、3句来形容它，或许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。只是我们在追求这个很简单的答案的同时，常常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，反而掩盖了我们的感受。我爷爷以前是种田的，在还没来台北之前呢，我会跟他一起到田里，他工作，我在旁边的稻田、水沟里面玩耍。
今年因为我奶奶过世了，所以后事的其中几天啊，我重新回到那边，已经是一片荒野了，一样有一些泥土的味道，也有风轻轻吹拂的声音，不像电影或者是励志故事演的那样子。回到家乡寻根呢，你就会找到生命的出口。可是当你对迷惘产生好奇，而这个好奇化成一个行动的时候，往往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答案。我在爷爷田附近啊，找到这一片花海。如果我内心没有迷惘、没有好奇、没有行动的话，我就不会到达这里。所以，如果现在的你啊，一样不了解自己，一样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一样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那都超级超级正常的。与其过上别人想要你过的生活呢，或是追求别人羡慕的目标，可以让你更加独特的啊，永远是那些你找不到解答的事情。所以，下次当迷惘又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迎接它，然后也记得你的迷惘都是对的。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，也许正在低潮，正在怀疑自己，也许你对很多事充满困惑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刚好点开这支影片。但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位置，我都想说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迷惘它不是一种错误，它反而像是身体的一种讯号，提醒我们在乎的东西呢，是值得更仔细的贴近它的。如果这张影片呢，哪怕只有一小句可以贴近你的迷惘，那它就值得存在了。谢谢你看完我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